给自己找个好人家。这只怀孕的母猫连续多日蹲守在咖啡厅的门口。女店主说，猫咪这样已经快1个月了，每天清晨她都会准时来到门口打卡。发现没人搭理她，猫咪就开始用小爪子趴门。在经过一番努力后，大门还真让她给打开了。看到这一幕的女主也是哭笑不得。走进店内，猫咪直接跳上了一对情侣的餐桌，然后在桌上四处打量，完全没把自己当成外人。不知情的顾客还以为这是店内提供的撸猫服务。此时女店主及时赶了过来，她小心翼翼地将母猫抱起，接着礼貌性地将它请了出去。对于女主3番5次的拒绝，猫咪表示了强烈的抗议，心想着这么大的店难道还容不下我一只小小的猫吗？对于猫咪的诉求，女主再次表示了拒绝。在得到对方明确的态度后，猫咪只好伤心地离开了这里。可还没走出多远，它又停了下来。为了即将出生的宝宝，母猫决定无论如何也得让店主收留自己。看见小猫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心软的女主最终还是让它进来了。毕竟她自己也是一名怀孕的母亲，如果放任不管，内心也会过意不去。女主告诉我们，这只母猫1个月前就在店门口徘徊，不久后就开始频繁闯进店内，仿佛是把这里当成了家。不仅如此，只要自己出现，猫咪就会一直跟在身后。可根据小猫脖子上的项圈判断，猫咪应该是有主人的，这也是店主一直没有收留它的原因。经过多方打听和多日的观察，女主猜测猫咪应该是被主人遗弃了。想到自己和猫咪特别的缘分，又同样是身为母亲，所以她决定暂时收养猫咪，并为它取名小五。可自从咖啡店的大门对它彻底敞开后，小五却开始不着家了。说来也奇怪，之前小五每天想尽办法想要进来，而且进入店内就不肯出去了。如今他除了吃饭时间会准时回来，其余时间都在外面闲逛。因为担心怀孕的小五出现意外，女主每次都会喊他回家，可听见声音的小五居然越跑越快，没一会儿便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。等中午吃饭时间一到，他又准时出现在家门口。看见紧闭的大门后，小五不断哀求着女主将门打开，表示自己已经知道错误了。刚开始女主还有些生气，但看见他诚恳的认错态度后，心软的女主还是打开了大门。不久后，小五的肚子明显又大了1圈，她总是在店内四处打量，并且平时喜欢钻进隐蔽的仓库区域，看样子是在寻找适合生产的地方。得知小五即将生产后，女主马上用箱子为她制作了一个简易的小窝。聪明的小五也知道这是女主为自己准备的新家，于是便主动钻了进去。下午时分，小五开始生产。此时女主在外面紧张地观察着一切，她希望小猫能够顺利出生。在经过几小时的努力后，第一只小猫终于降生了。但此时分娩的过程还没有结束，女主寸步不离地守在外面，见证这一奇迹的时刻。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，最终小五产下了4只小猫。看着几只嘤嘤啼哭的小家伙，女主也是感到格外开心。为了给小五补充营养，她特意煮了一锅海带汤。等小五做完月子后，接下来就轮到自己了。看见美食的小五马上凑了过来，没一会就将碗里的食物造了个精光。吃饱喝足后，小五搂着宝宝美美的睡了一觉。第二天，女主请来了兽医为小猫们检查身体。经过检查，每只小猫都很健康。当然，这一切离不开女主的精心照顾。兽医解释说，一般流浪猫在生产前都会寻找安全的地方待产，她应该是找了很多地方，最终选择了留在店里。或许是女主让她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，所以她才一直赖在店门口不肯离开。为了防止小猫到处乱跑，女主特意把这片区域留给了猫咪一家。至此，小五也结束了流浪，从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。这头部受伤的流浪猫竟然自己主动跑到宠物医院门口寻求帮助，大概是知道自己没钱看病，它就一直在门口蹭来蹭去。这时兽医缓缓从屋内走出，小猫见状立马就贴了上去，看似在撒娇，实则是在向小哥展示自己的伤口。毕竟他也知道，想要不花钱看病，那就得主动和兽医搞好关系。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兽医在看完伤口后竟然转身离开了，这让猫咪很是尴尬。他焦急地在门口来回踱步，思来想去，决定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病看了。只见他身体一歪，靠在了医院的大门上，随即摆出了一副碰瓷的架势。不久后，小哥拿来一盒罐头，本想让他先填饱肚子，可没想到猫咪扭头就走了。好家伙，我在门口周旋了半天，你真不知道我是来干啥的吗？难道非要我开口告诉你不成？但猫咪并不知道小哥这样做其实是想用罐罐来将它引进店内，方便为它进行治疗。然而对于急着看病的小猫来说，小哥手中的罐罐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。在他多次引诱下，猫咪还是忍不住吃了一口。兽医本想趁他吃东西的功夫把店门关上，但没想到这家伙却格外谨慎，一有点风吹草动就马上跑到门口，干啥都好说，但就是不能关门。小哥怀疑这只猫是不是长了800个心眼子，看来他是既想看病又不放心兽医的人品。经过多次的诱导下，小哥趁他不注意，终于将门关上了。听到声响的猫咪连忙转身朝门外看去，一边东张西望的寻找出口，一边还对着小哥骂骂咧咧，早知道就不该来这家宠物医院。好在此时店里另一只猫咪站了出来，他告诉对方，其实小哥是位好人，
听完此话后，猫咪彻底放下了防备，接着顺利被小哥抱进了治疗室。小哥拿来仪器开始为它进行检查。如愿以偿的猫咪表现得十分乖巧，两只小手揣在怀里，静静地等待医生的治疗。小哥仔细观察了猫咪的伤口，发现周边已经发生感染，必须要尽快进行处理。而猫咪也是十分配合，检查的整个过程都一言不发地趴在那里。随后，小哥戴上手套，准备帮它处理掉伤口附近的结痂。在没打麻药的情况下，猫咪不仅没有任何反抗，甚至都没有叫过一声。不得不说，小家伙简直不要太坚强。他似乎很清楚小哥是在为自己看病，即便疼得不行，也没有嘶吼一声，有时候还会自己主动趴下等待医生处理伤口。有了小猫的配合，医生很快便处理好了他脸部的伤口。小哥也是第一次遇见这么懂事的猫咪，他的配合程度简直出乎意料。处理完伤口后，小哥开始为它涂抹药膏。之后，小猫留在医院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治疗。不久后，猫咪已经痊愈，之前的伤口也长出了新的毛发。虽然脸上的伤已经被治好，但猫咪却赖着不走了。话说，谁会拒绝这么聪明的一只小猫呢？营救自己的孩子，这只流浪猫不顾危险5次进出火海。1996年，一只名为斯嘉丽的猫咪让人们再一次见识到了母爱的伟大。故事发生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一个废弃的车库里。在意外发生之前，猫妈妈和5只小猫一直平静地生活在这里。这天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吞噬了他们的家。原本在外觅食的猫妈妈见到车库着火后，并没有立刻逃走，而是发疯般地冲进了火海。消防员在接到消息后马上奔赴现场，在队员们的努力下，火势终于得到了有效的控制。这时，消防员大卫却惊奇地发现，一只体型瘦小的猫咪从火海中叼着一只小奶猫冲了出来。将小猫送入安全区域后，它又快速地返回了火海。就这样，1只、2只、3只，它连续穿越火海来回往返了整整5次，最后终于将5只小猫全部救了出来。它的孩子都毫发无伤，可此时的猫妈妈已经是面目全非，炙热的火焰将它的耳朵和眼睛烧烂，全身的皮肤大面积烧伤。在什么都看不见的情况下，它凭借自己的直觉奇迹般救出了所有的小猫。因为看不见，它只能用鼻子去触碰小猫，一只只检查它们是否安好。当确认孩子们都平安无事后，遍体鳞伤的猫妈妈便陷入了昏迷。在医生的帮助下，3个月后，猫妈妈终于重见了光明。当时她的勇敢事迹被多家环球媒体报道。虽然康复后的斯嘉丽已经毁容，但在很多人心中，她却是天使的代言人。她的伟大事迹成了勇气和奉献的象征。在经过重重的海选后，最终这位伟大的母亲被当地一位女士领养。从此，她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在大街上流浪，而她的几个孩子也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火灾过后，斯嘉丽度过了12年幸福的喵生。在2008年10月11日，她返回了喵星。斯嘉丽去世后，动物救援组织专门为她设立了斯嘉丽英雄奖，这是一项授予表现非凡、善良与勇敢行为的特殊荣誉。虽然这位伟大的母亲已经离开，但她的英勇事迹将会永远被世人所铭记。在伟大的母爱面前，她5次穿越火海，就连死神都不忍心将她带走。到底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让一位母亲如此奋不顾身？曾经听过一句最伤心的话：如果可以一命抵一，那医院的天台上一定站满了排队的妈妈。希望全天下的母亲都能平安幸福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叔打开车门，让这只流浪猫10秒内离开车里，可这家伙不但赖着不走，反而对着大叔呵斥了起来。原来5分钟前，大叔开车路过的时候，无意间在路边发现了这只求救的流浪猫。猫咪的小脑袋被卡在一个铁罐里，大叔上前安抚了一下猫咪，趁它不注意，便一把将它提了起来。将猫咪带回车里后，大叔开始尝试帮它取出铁罐，在几番拉扯下，猫咪终于重见了光明。大叔本以为猫咪会感谢一下自己，没想到迎来的却是对方的骂骂咧咧。一睁开眼就跑到这么一个陌生的环境，猫咪也显得格外警惕。仔细打量一圈后，他把目光对准了大叔，似乎心里在盘算着什么。不一会儿，他又跑到后面，还没等大叔反应过来，猫咪对着他就是一顿5连哈。见小猫眼睛一直盯着窗外，大叔猜想它可能更加向往自由吧，于是大叔便打开了车子的后门。猫咪转身看向外面，但却并没有选择离开。此时的猫咪眼里充满了犹豫，到底是选择继续流浪，还是给自己安排个家呢？看着车外不断吹来的狂风，猫咪决定还是再等等看。见小猫一直犹豫不决，于是他给猫咪10秒钟的时间让它做选择。猫咪眼睛看着外面，可心里早就有了答案。当大叔数到第6秒的时候，猫咪把头转了过来，眼睛一直盯着自己。大叔也是有点懵了，他反复确认了好几次，告诉对方如果再不走就没机会了。可这只流浪猫还是没有任何反应。当时间结束后，大叔果断地关上了车门，既然不想流浪了，那就带你回家吧。傍晚时分，大叔将猫咪带回了家里，并为它取名铁罐。刚开始铁罐还有些害怕，但好在大叔知道如何与它沟通。对于一只流浪猫来说，没什么是一顿猫粮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的话，那就再加上1盒罐头。果然大叔的方法也是非常奏效，没多久就把铁蛋拿捏住了。不过这家伙也是的确饿坏了，
一顿晚饭就炫了2盒罐头，外加满满1盘猫粮。但铁蛋也并非是不懂感恩的猫，短暂的相处下来，他也知道大叔是个靠谱的主人，于是便主动放下防备，化身成一只粘人的小猫。与之前凶悍的模样相比，简直是判若两猫。看来之前的高冷都是装出来的呀。至此，铁蛋也彻底结束了流浪的日子，从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。这条鱼儿盯着老人手中的海螺，馋得眼珠子都快掉了出来。老人将它推到一旁，可他厚着脸皮又一次凑了过来。这下总算知道他头顶的大包是怎么来的了。眼见着海螺被敲开，这家伙居然直接扑了上去，最终如愿以偿地吃上了海螺肉。原来这是发生在海底感人的一幕。八旬的老人已经和这条鱼做了25年的朋友。多年前，老人下海潜水，无意间救助了一只受伤的龙头鹰嘴鱼。由于他无法自己捕食，于是老爷爷每天喂他5个螃蟹。就这样一直坚持了10天，直到他的身体好转，能够独立捕食，老人才终于放心。多日的相处也让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和信任。于是老爷子不惜花费重金在海底建造了一个投喂点，并且还在一旁挂了一个铜钟。当他潜入海底时，只要轻轻敲打铜钟，听见声音的鱼儿没一会儿就从远处赶过来。久而久之，这也成为了他们之间一种独特传递信息的方式。每回听到钟声的老朋友总会如约而至，而老人也从不空手而来。他每次都会给老朋友带上一些礼物。知道老人手里握着吃的，他迫不及待就凑了过来，还不断的在老人面前撒娇卖萌讨好老爷子。为了与老朋友更加亲近，老爷子选择摘掉潜水镜。尽管海水不断刺激着他的眼睛，但老人却义无反顾。他轻轻在鱼儿的额头上吻了一下，从正前方仔细看，他好像长着一张人脸。如果近距离观察，你会觉得他看起来像某个你认识的人。在短暂的相聚后，老爷子戴上潜水镜准备离开，毕竟老人的年纪大了，长时间待在海里身体会有明显的不适。当感知到老人要离开时，这位老朋友就会环绕在他的四周，似乎在诉说着自己内心的不舍。据说尽管也有很多游客会给鱼儿喂食，但老人却是唯一能亲吻他额头的人。在长达25年的彼此相处中，这条鱼儿也从当初几百克的小鱼长成了如今20多公斤的体型。人们常说鱼只有7秒的记忆，可这只龙头鱼却记住了老人几10年的时间。或许他也知道是老人挽救了自己的生命，即便是不同物种之间仍能感受到彼此的善良。这段跨越种族的感情在当地被人们传为一段佳话，他们之间的故事也被誉为世界上最特殊的友谊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愿他们之间的友谊能一直持续下去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作为海洋中智力卓越的虎鲸，却因捕食一只海豹而被搁浅在了沙滩上。巨大的海浪一波又一波地将它冲向岸边。由于长时间的暴晒和缺水，它的嘴里不断发出虚弱的叫声。此时的虎鲸生命已经危在旦夕。好在这时附近的几名游客及时发现了它，大家尝试将它送回海里。可面对体型庞大的虎鲸，即便所有人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也没能让它挪动半分。时间已经临近午后，太阳的光照强度也越来越大。如果不将它及时送回大海，那么等待它的便是死亡。游客们拿来塑料桶，想把虎鲸身下的沙子挖走，让身体能更加充分地接触海水，这样可以借助海浪回流的力量把它送回海里。可下一秒，海浪却将人们挖走的沙子又送了回来。发现这样的方式并没有起到作用，于是游客再次尝试将虎鲸推回大海。然而在神奇的大自然面前，人类的力量却显得太过于渺小。就在救援陷入僵局之时，这时远处的游客也纷纷赶了过来，所有人团结一致，想要将虎鲸送回大海。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，10几个人的轮番奋战也没能推动虎鲸的身体。随着越来越多游客的加入，大家开始争分夺秒地对虎鲸开展救援工作。在长达半小时的努力后，被搁浅的虎鲸终于被缓缓推动。眼看着虎鲸即将被送入海里，这时一个巨大的海浪袭来，搁浅的虎鲸又一次被送上了岸边。但大家并未因此而放弃，众人齐心协力，一起顶住虎鲸的身体，防止它被推向更远的地方。此时的救援变得异常艰难，接连而至的海浪甚至让人们无法站立。情急之下，游客们借来一张渔网，大家把渔网套在虎鲸的尾部，让它的头部面朝大海，这样可以大幅减少海浪冲击的力量。不断冲向岸边的海浪为救援带来了巨大麻烦，可这丝毫没有影响游客们的热情。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救援虎鲸的队伍中，眼前暖心的场景也成了海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在几十人前拉后推的共同协作下，虎鲸一步步被推向大海。可随着海水越来越深，救援的难度也随之加大。每一次海浪的冲击都让人们左右飘摇，一次次的击打让大家此前的努力很快便功亏一篑。终于在经历多次的失败之后，人们总算将虎鲸送到了深水区。此时海水的深度应该足够虎鲸游回到大海。看见虎鲸缓缓游动的身体，人们才放心的游回岸边。因为长时间的搁浅，刚进入海里的虎鲸似乎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。没多久，巨大的海浪又将它送了回来。好在人们并没有迅速离开，
为了帮助他重新返回海洋，游客们再一次选择挺身而出，大家顶着风浪继续将虎鲸送向大海。这一次大家的努力没有白费，适应后的虎鲸逐渐朝着海洋的深处游去。看见它回归大海的那一刻，游客们的心情顿时激动了起来。生活中我们小小的善举，对于动物们来说或许是一次重获新生的机会。大叔抱起一只白鸟抛向空中，可没想到白鸟在天空盘旋一圈后又飞了回来。原本大叔想给它点食物，但白鸟竟直接朝他飞了过去，这可把大叔吓了一跳，马上拔腿就跑。但这只白鸟似乎并不打算离开，直接就飞到了大叔的肩膀上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这只奇怪的大鸟是一只野生麋鹿。不久前他在一次外出时偶然发现了这只白鸟，当时的小麋鹿已经没了呼吸，见小家伙可怜，于是大叔便把它带回了家中进行救治，并且还为它取名为东来。为了让东来能尽早康复，大叔会把各种肉类混合搅碎，然后用勺子一点点进行投喂。在大叔日复一日的照顾下，小麋鹿很快就长大了。长大后的东来不仅拥有一双漂亮的大长腿，而且还长了一身洁白的羽毛。在长时间的相处中，东来已经将大叔当成了自己的父亲。平时不管大叔走到哪里，东来都形影不离地跟在他的身后，就像是粘人的小孩子一样。对于这种情况，大叔也很无奈，他也没想到东来会如此依赖自己。但毕竟麋鹿属于野生动物，不同于宠物那样能听懂人类的语言，这就导致了他在家里比较随意，动不动就将粪便排在地板上。然而对于这种情况，大叔却显得格外包容，每回都不厌其烦地帮东来处理干净。可这边刚擦拭好，另一边又产生了新的，稍不留神整个房间就布满了东来制造的垃圾。没办法，大叔只好拿起抹布一点点擦干净，毕竟小麋鹿是自己亲手养大的，也只能独自承受这一切。看见大叔的情绪有些失落，东来也知道自己又犯了错误，他围绕在大叔身边不停地祈求原谅。此时大叔也明白该是让东来回归大自然的时候。由于麋鹿从小被大叔照顾，现在的他几乎无法适应野外的生活。为了训练东来的捕食技能，大叔特意帮他建造了一个人工池塘，并且在里面放了一些小鱼，想以此让他学习捕猎的技巧。可半小时的时间过去了，东来竟然一条鱼也没有捕捉到。见此情况，大叔决定亲自帮东来示范。在他耐心的指引下，不久后东来终于捕获了一条小鱼。在连续几日的训练后，东来已经熟练掌握了捕鱼的技巧。看到这一幕的大叔也很欣慰，接着他开始训练东来的飞行能力。大叔抱起麋鹿，将它抛向空中。第一次飞行的小麋鹿有些紧张，不过在调整好状态后，东来很快就飞向了远方。看着在天空翱翔的麋鹿，大叔也是感到无比开心。飞行一圈后，东来又飞了回来。几天后，大叔带上东来一起前往了麋鹿鸟的栖息地。他指着远处的小岛告诉东来，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家，你应该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们生活在一起。看到远处的同类，东来缓缓朝着前方走去。可想到要离开大叔，他还是犹豫了。在思考片刻后，东来转过头看向大叔，他轻轻啄着大叔的手臂，仿佛在告诉大叔自己并不想离开。眼前的一幕让大叔不禁回想起了他与东来相处的美好时光，一种莫名的心酸突然涌上心头。原来动物和我们人类一样，也有着丰富的感情。看着自己养大的小麋鹿，大叔心里也是万分不舍。动物专家也被这份真情所感动，他建议可以先把东来送去动物园和同类生活一段时间，等完全适应后再让他返回大自然。就这样，东来被送进了动物园。刚来到陌生环境的他显得特别孤独，经常会独自跑到角落里发呆。因为在麋鹿鸟群中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，所以初来乍到的东来也会受到同类的排挤。每次只有等其他麋鹿鸟吃完，他才敢去捕食剩下的小鱼。当知道东来近些天的遭遇后，大叔立马就赶到了动物园。他很担心东来的身体情况。随着大叔轻声的呼唤，东来也缓缓把头转了过来。他高兴地奔向大叔，激动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，仿佛是在和大叔诉说着多日的相思之苦。这或许便是人和动物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吧。你知道时日无多的狗狗会用怎样的方式和主人做最后的告别吗？这只名为小白的狗狗今年已经15岁了，相当于人类80多岁的高龄。年迈的它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或许是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，为了不让奶奶伤心，它最近总是偷偷地跑出家门，然后在一个空地上刨坑，或许是想安排好自己的长眠之所。奶奶发现了狗狗的异常变化，经常准备一些好吃的匍匐在地上，耐心哄着一旁的狗狗能开口吃饭，哪怕只吃一口也好。老人的付出小白都看在眼里，可身体的衰弱让他却无能为力。小白不忍看奶奶失望的神情，他独自来到海边，停在树下看着大海出神，也许是在回想着自己与主人相伴走过的岁月。邻居们说，奶奶年轻时是一名潜水爱好者，退休后经常带着狗狗到这片海域潜水。奶奶每回潜水时，小白都乖乖地在树下等着主人。后来小树也长成了大树，一年又一年地见证着小白与奶奶的温馨故事。如今奶奶和小白都老了，奶奶也很久没有再潜过水，而小白却依旧时常蹲在树下发呆，因为这里承载了他和奶奶最美好的回忆。奶奶
奶担心狗狗长时间不吃东西，身体吃不消，于是便请来兽医来为小白做检查。然而结果却并不乐观，狗狗因为年龄太大，各项的身体机能也严重衰退。医生说狗狗已经时日无多，可老人却难以接受这个现实。吃饭时，奶奶想到小白还饿着肚子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于是年过80的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想到狗狗从小就喜欢吃海鲜，85岁的老人换上了那套多年未穿的潜水服，奶奶毅然潜到了海里，打算为小白打捞一顿可口的海鲜大餐。当狗狗看到奶奶满载收获回来时，脸上的喜悦溢于言表，仿佛这一刻那段逝去的青春岁月又回来了。奶奶把精心烹制的海鲜端到狗狗面前，小白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过来，他知道不能辜负奶奶的一片心意，可当他勉强叼起一块肉时，肉还是掉在了地上。原来此时的他已经吃不下任何东西了。小白看着老人的眼神仿佛是在表达由衷的歉意。奶奶把狗狗抱在怀里，低声安慰着。多年的相处让他们彼此有了形同家人的情感，那些过往的美好记忆也写进了彼此的生命中。邻居们都是看着小白长大的，在得知狗狗的情况后，大家纷纷赶来安慰老人。奶奶说，狗狗这些年给独居的他带来很多心灵上的慰藉，他早已习惯了小白的存在，如果他哪天不在了，真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往后的日子。第二天，奶奶早早梳洗整理好，请来摄影师专门为他和小白记录最后的时刻。或许是为了让奶奶开心，狗狗的脸上竟然绽放出久违的笑容，像是要给奶奶留下它最可爱的一面。时光在此刻仿佛又回到了他们相识的那个夏天，美好的日子总是转瞬即逝。狗狗抬头望向天空，似乎感受到了离别的来临，它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。然而这一次，它却再也没有回来过。都是我们爱的证明，就算如今天的雨。眼前这只橘猫已经在桑拿房里睡了10几个小时，68度的高温把人们热得汗流浃背，然而猫咪却惬意得不得了。原来橘猫是这家桑拿店有名的按摩师，平常空闲的时候，他就蹲在小板凳上休息。一番养精蓄锐之后，橘猫离开座位，接着伸个懒腰，准备开始上岗。只见他精神抖擞地走进桑拿间，或许是环境太过于舒服，橘猫进去还没超过2秒，直接倒在地上开始呼呼大睡，完全忘记自己是来干嘛的。猫技师惬意地舒展着四肢，看样子应该是舒服极了。小哥说他从未见过这么会享受的猫。闻听此言的橘猫直接转过身来，仿佛在说今天你不就见到了。随着桑拿房里温度的不断提高，这位大妈被热得汗水直流，然而这只橘猫却满脸享受，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。不久后，人们被热得纷纷走出了桑拿房，只有橘猫躺在地上呼呼大睡。话说这家伙是一点也不怕热呀。就这样不知不觉过了1个小时，老板担心猫咪在里面挂掉，于是好心来叫醒它。可面对老板的好意，橘猫却有些不耐烦，他翻了个身，继续开始自己的春秋大梦。一转眼的时间，半天过去了，橘猫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有任务没完成呢。可刚走到外面，就看见另一只猫咪正在抢生意。由于自己下手晚了一步，也只好眼巴巴看着对方享受顾客的打赏。休息时间，2只猫咪就在一旁闭目养神。到了上班时间，它们都很积极，猫咪们分工明确，一只选择去帮顾客做手部护理，而另一只直接跑到了顾客怀里撒娇卖萌。它们热情的服务让每位顾客都体会到了宾至如归的感觉。大家可以一边撸猫一边享受着桑拿的极致体验。话说谁能拒绝一只热情如火的猫咪呢？舒适的环境让猫咪很快就睡了过去。不过对于这种情况，顾客们并不会介意，因为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治愈。自从2只猫技师上岗后，店里的生意明显好了不少，许多顾客会经常带来一些小零食犒劳它们，而2只猫咪每回都会拿出5星级的服务水平招待客人。这份工作让他们通过自身努力养活了自己。拍摄了几小时的摄影师此时已经被热得满头大汗，然而面对这样的高温，他们却能在里面待上一整天。一位号称桑拿女王的小姐姐向2只猫咪发出了挑战，为了与猫咪比较耐热能力，小姐姐还自带了计时器，看看究竟谁能坚持得更久一些。猫咪打了声哈欠，似乎完全没把这种挑战当回事儿，毕竟他们早把桑拿房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趁着空暇的时间，2只橘猫各自梳理起了毛发。随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双方都没有退出比赛，于是橘猫开始耍起了心机，一只走出桑拿房补充营养，另一只则是跑进小姐姐怀里帮她送去温暖。见此情形的小姐姐也是哭笑不得，没想到这家伙居然不按套路出牌。在橘猫温暖的加持下，小姐姐很快被热得满头大汗。半小时后，她还是走了出去。最终2只橘猫顺利拿下了本场比赛。果然，猫咪的抗热能力不是人类所能比拟的。老板在门口立了块牌子，将2只猫咪当成了店内的吉祥物，并且还特意为它们定制了正式的工作牌。自此，2个猫技师也成为了店里的招财猫。眼前的老人抱着狗狗失声痛哭起来，他无法接受陪伴自己16年的狗狗即将离世，直到最后狗狗的视线已经模糊，他却还是放心不下那个自己守护了一生的奶奶。狗狗名为阿布，他在这个巷口已经蹲守了10多个年头，而巷口的对面恰好是奶奶摆摊的位置。因为担心自己会把顾客吓走，懂事的狗狗每次都跑到奶奶的对面趴着。可路面上来往的人群和车辆很多，为了不给老人增添不必要的麻烦，狗狗每次都是主动避让。危险的处境却没有让他的视线离开过奶奶半步。当看见有人想欺负奶奶时，阿布立马第一时间冲了过去。他守在老人面前向对方发出警告，看见路人想要伸手去拿奶奶的雨，
阿布叫得更凶了。老人一把搂住阿布，对他笑着说道：“那是别人和奶奶开玩笑呢。”知道奶奶平安无事，狗狗这才放心的走了回去。他蹲守在老人的对面，时刻观察着。或许对于阿布来说，奶奶就是他的一切。就这样，从白天到黑夜，狗狗的陪伴在16年间从未间断。到了晚上，狗狗看见老人把所有的鱼都卖光，准备收摊了。这时，阿布开心地奔向奶奶，随后一人一狗踏上了回家的道路。由于今天的生意不错，回到家后，奶奶特意炖了一锅骨头汤。尽管老人的生活并不富裕，可对狗狗却从不吝啬。每次他都会把做的饭分成2顿，奶奶吃什么，狗狗就跟着吃什么。而阿布也从不挑食，每顿饭都会把盆里的食物吃得干干净净。老人愧疚地说：“怪自己没能力，这只狗跟着自己受了10几年的苦了。”睡觉前，老人会帮狗狗把垫子铺好。尽管日子过得苦些，可阿布的脸上却始终洋溢着幸福。第二天，老人早早就开始出摊卖鱼了。狗狗像往常一样在对面守护着奶奶，可老人却突然发现阿布的精神状态与以往不同，甚至连睁开眼睛都很吃力。看到这一幕的奶奶满眼心酸，于是老人抱着狗狗生平第一次来到了宠物医院。奶奶语重心长地告诉阿布要配合医生治疗，兽医随即为狗狗做了检查，可结果却出乎了老人的意料。原来狗狗的一只眼睛早就已经失明了，而另一只也患有严重的白内障，所以它看东西时其实是模糊不清的。医生说狗狗已经是16岁高龄，并且患有严重的肾衰竭，它可能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了。听到这番话的老人泪如雨下，他紧紧将狗狗抱在怀里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奶奶告诉我们，因为老伴去世的早，10几年来一直都是狗狗陪着自己，当时只是觉得流浪的阿布可怜，于是便好心收留了他，直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多了一个亲人。如今陪伴了自己16年的老虎要走，老人心里如同刀割一般心疼。他抱着狗狗，此时早已泣不成声。在阿布余生不多的时间里，奶奶决定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陪伴老人卖了一辈子鱼的阿布第一次看见大海，他好像在说：“奶奶，你看，真的好美。”阿布用一生的时间保护着奶奶的安全，同时他的陪伴也支撑了老人的整个晚年。如今是该让他休息的时候，一碗剩饭，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小窝，这或许便是每个小狗所向往的幸福。这是山羊一生中最绝望的呼唤。当船上的游客发现他时，山羊已经被困在陡峭的悬崖整整10天之久，200个小时的日夜煎熬已经让他的体力消耗殆尽，他的身体紧贴住崖壁，每一个举动都显得如履薄冰。一身攀岩绝技的山羊却不曾想会因这次酷跑而陷入穷途末路的绝境。他曾无数次幻想着逃离此处，可四周光滑的峭壁却让他看不到一丝生命的曙光，身下的落脚点成了他活下去唯一的希望。好在人们及时发现了这一情况，起初大家并没有过于在意，毕竟攀岩是山羊与生俱来的本领，平时也经常会看见山羊群在悬崖附近活动。可连续多天，这只山羊都在同一个地方，这时人们才意识到，原来它是被困在了悬崖峭壁之上。一位目击者及时拨通了救援队的电话，由于路途较远，当救援队赶到时，山羊已经被困了10多天的时间。救援人员通过近距离观察发现它腹部隆起，大家断定这只山羊已经怀孕了。动物专家分析，它应该是在山顶吃草时不幸跌落，而在生死存亡的瞬间，这只山羊凭借高超的攀岩本领跳到了现在的位置，而它也因此被困在这里。可令所有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仅仅依靠岩壁上渗出的水滴，这只山羊居然存活了这么久的时间，并且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，它几乎无法休息。很难想象它是如何支撑到现在的。此时的救援已经刻不容缓，救援组随即策划营救方案。由于山羊所在的位置极其特殊，它的腹中还有一只还未出生的小羊，面对人类的靠近，母羊流露出焦躁不安的情绪，这也为救援行动增加了很大的难度。不仅要保证母羊的安全，而且还要顾及胎儿的安危，稍有不慎它便会跌落下去。最后救援队决定求助消防，等待他们送来更加专业的救援设备，然而设备却需要第2天才能送达。救援人员对此也是整夜未眠，大家担心母羊会因体力不支而跌落下来，人们用探照灯为它送去了光明，祈祷着它能平安度过最后一个夜晚。第2天清晨，消防人员终于赶过来，人们马上对山羊开展救援。救援人员在崖底布置了气垫和救援网，以防止意外的发生。在准备好所有的防护措施后，救援人员将安全绳绑在身上，从山顶缓缓滑落下去。面对救援人员的靠近，山羊妈妈顿时变得紧张起来，她前后挪动着脚步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救援小哥看准机会，打算将它网住，可受到惊吓的山羊却逃到了一旁。第1次的救援以失败告终了。就在山羊惊慌之际，救援人员果断选择了第2次营救。这回山羊被顺利网住了，可由于山羊妈妈的不断挣脱，它还是不幸的坠落下去。在连续几次撞击和翻滚后，最终山羊落入了救援网之中。这一刻，被困多日的山羊终于获救。然而跌落下来的山羊表情僵硬，似乎已经没了生机。兽医马上为他检查了身体，好在他的心跳和呼吸都是正常的。不过多日未进食的山羊身体已经是非常虚弱。救援人员随即将他送往了医院，工作人员为山羊做了详细的检查。好在他的身体并无大碍，通过超声波呈现的画面可以看到胎儿也很健康。兽医表示，山羊能在没有食物、无法休息的情况下坚持10天的时间，堪称生命的奇迹。我想，或许是那份强烈的母爱一直在支撑着他。
在医生的悉心照顾下，几天后山羊也逐渐恢复了健康。该是让它回归大自然的时候，当袋子被打开的那一刻，山羊快速奔向了自己的同伴。历经生死考验的它，终于重新返回了羊群。万物皆有灵性，尊重生命，爱护动物，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原来作为森林之王的小老虎胆子居然这么小。两只小老虎刚进托儿所的第一天就被猫鼬吐了口水，因为乱坐人家的小板凳，结果被猫鼬堵到了墙角进行教育，就连隔壁的黑猩猩也跑来欺负他们。可奈何自己年纪太小，两兄妹不是在逃跑就是在挨打的路上。自从上了托儿所之后，三只小老虎每天都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，尤其是分配到隔壁班级的铁蛋，几乎每天都要打上几架。瞧着脸上的伤就知道受了不少委屈。原来这只小花豹是班级里的混世魔王，别看这家伙一副讨人喜欢的模样，实则可是个不折不扣的捣蛋鬼。平时一有时间就会拿小老虎寻开心。作为初来乍到的新生，铁蛋自然也是不敢招惹这个比自己大1个月的学长。但小花豹可不会轻易放过铁蛋，直接把他的尾巴当成了玩具。没办法，打不过人家，只好乖乖妥协。可怜的小老虎只能哭鼻子来发泄一下情绪。每次看见饲养员铁蛋，都会趴在门上求救，就连一旁的小奶狼都看不下去了，直接就和小花豹打了起来。好在有了小奶狼的相助，铁蛋这才侥幸逃过一劫。转眼间就到了开饭的时间，饲养员特意为他们准备了丰富的午餐。要说饭量，还得是两只小奶狼比较能吃。没一会儿，盆里的食物就被造了个精光。吃完自己食物后，两兄弟直接开启了抢饭模式。但小花豹也不是好惹的，于是他又跑来抢铁蛋的饭盆。弱小的铁蛋实在抢不过对方，只好跑到一旁去舔舔饭盆里的残渣。自己打又打不过，没办法，只好先忍着了。委屈的铁蛋含泪舔着手掌上的肉末。就在这时，小奶狼再次凑了过来，对着铁蛋脸上的残渣就是一顿舔。此时的铁蛋露出了生无可恋的表情。这天班级里又来了一位新同学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远在非洲的猎老二。别看猎老二在草原上嚣张跋扈，来到这里眼神都变得猥琐了许多。小花豹一看这小子长了一副挨揍的模样，于是他决定给猎老二点颜色瞧瞧。说着，小花豹就给对方上起了教育课。而这位未来的肛肠科主任也清楚自己的分量，没办法，只能任由花豹欺负。小老虎躲在一旁吃起了瓜，心想着这回总算有个倒霉蛋顶替自己了。面对托儿所里的小霸王，可怜的猎老二此时已经怀疑起他的狗生，早知道就不该漂洋过海的跑过来，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自从这个新同学加入之后，小花豹似乎也找到了新的乐趣，整天没日没夜的给猎老二补习功课。想必此时的他已经快要崩溃了。在猎老二的帮助下，铁蛋总算可以安心的睡上一觉了。至此，他也摆脱了受欺负的苦日子。